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，你要笑死我啊！你确定他们能听懂你说话吗？诚意，你真的笑死我了！你确定他们能听懂你说话吗？有群演说在拍《天地剑心》时，看到诚意在片场好欢乐。他走过骆驼旁边的时候，还和他说话，问骆驼是不是也用黑人牙膏，不然嘴巴边上怎么会那么多泡泡？诚意也太好玩了吧！你确定这骆驼能听懂你说话吗？记得之前拍《长安24记》时也是，有路透拍到诚意喂牛，给牛喂草，自己还张大嘴巴，示意牛张嘴吃。诚意果然是经常看动物世界的人。和动物也能无障碍沟通，不过能跟动物沟通的人，内心肯定特别纯净吧，就喜欢这样干干净净的他。最近看到一个关于诚意的片场趣事，真的笑到我在屏幕前差点喷饭。据说是在拍《天地剑心》的时候，有群演爆料，诚意走过骆驼旁边，居然很认真的和骆驼说话，你是不是也用黑人牙膏啊？不然你嘴巴边上怎么那么多泡泡？那画面太搞笑了。一个气质温润、演戏时冷峻深情的诚意，居然在片场一脸认真地调侃骆驼。想象一下，他一边笑，一边歪着头，用那种温柔的语气对骆驼说话，那种反差感，简直太可爱了。说实话，这还真不是第一次他被爆出和动物聊天的趣事。早在拍《长安24记》的时候，就有路透视频拍到他在喂牛，那画面太经典，他拿着草在牛面前晃，还自己张大嘴巴，示意牛张嘴吃呀。那一幕，连工作人员都笑得不行。你说，这人到底是演员还是动物沟通师？戏里侠气逼人，戏外憨态可掬的诚意。很多人认识诚意是从琉璃里的雨丝凤开始的，那时候他是冷峻、隐忍、深情的代名词。后来到了莲花楼，他又变成了温文尔雅、以柔克刚的李莲花，举手投足都是古典气质。但只有剧组的人知道，戏外的诚意完全是另外一个画风温柔中带着一点呆萌，沉稳中藏着一点调皮。他能为了一个角色钻研几个月，却也能在片场对着骆驼、牛、马、狗说话，一脸认真。别人眼里那是道具、动物，他却总能真心对待，仿佛他们是有情绪、有思想的伙伴。有剧组工作人员笑着说，他拍戏太入戏了，有时候真的以为所有生物都能和他交流。我想，这大概就是诚意的可爱之处吧，他始终保留着那份相信世界有灵的纯真。和动物说话的人，心一定特别干净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能真心对动物温柔的人，往往内心都特别纯净？诚意从出道到现在，几乎没有任何绯闻，也从不在镜头前故作可爱。他的可爱，是那种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，比如逗骆驼，比如喂牛时下意识的模仿动作。他看似话不多，但面对动物，总能露出最自然的笑容。那种笑，不是为了镜头，而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与怜惜。他在一次采访中说过一句话：演员要观察生活，观察人，也要观察动物。动物的情绪其实最真实，他们不会演。这句话听起来轻描淡写，却特别打动人，因为这正是他能把角色演得动人的原因。他总是能感知到真实。他看骆驼看到泡泡，就想到牙膏；喂牛喂草，还会忍不住模仿牛的动作。那不是搞笑，而是一种天生的共情力。他能感受到动物的单纯，所以也能把人心的复杂演得细腻。一个把天真藏在骨子里的成年人。诚意已经30多岁了，但他身上始终保留着那份少年气。在娱乐圈这个快节奏、高压力的环境里，能保持纯净、认真、不功利的心态是很难的。可是诚意做到了。拍《莲花楼》时，
有工作人员说，他每天收工后还会去喂场地边的小猫小狗，怕它们饿着。拍夜戏太晚，他还会叮嘱后勤不要忘记给动物留食物。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大事，但恰恰这些小事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品性。他不喊口号，不立人设，却在一件件细小的举动里，让人看到他的温柔和真诚。就像那只骆驼，他不是为了搞笑，也不是为了被拍到，而是真的在那一刻觉得骆驼有趣、可爱，想跟他聊聊天。这种童真是岁月抹不掉的。程毅的温柔滤镜不是粉丝给的。有时候我们说程毅好温柔，其实不是因为他外表温柔，而是因为他真心善良。他和动物说话是出于好奇与善意，他拍戏认真是出于尊重与责任。他看似慢热，但其实内心充满温度。很多合作过的演员都说过，程毅拍戏时特别安静，从不耍大牌，也不轻易发脾气。他对工作人员一视同仁，常常自己搬道具，帮群演递水。这种温柔不是刻意表现出来的，而是源自他的天性。有网友说，程毅像一杯温水，看起来平淡无奇，但时间久了会发现，那才是最解渴的。这句话太对了。他不是靠爆梗、话题火起来的，而是靠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温暖，让人越看越喜欢。干净的演员就是他最好的标签。程毅最难得的一点是他始终保持干净。干净的不是外貌，而是心境。他不炒作，不摆姿态，也不随波逐流。他自己说过，我希望观众记住的是角色，而不是我。但偏偏就是这样想隐身的他，却成了越来越多人心中最温柔的存在。在别人忙着争流量、蹭热搜时，他在拍戏、写笔记、和骆驼聊天；在别人拼命营业、制造话题时，他在读剧本、练武打、琢磨角色动作。他的世界仿佛一直有自己的节奏，不急不躁，沉稳而明亮。所以，当我们看到他在片场逗骆驼、学牛吃草时，才会觉得那么可爱。那是一个真实的人，一个没有被名利磨平棱角的灵魂。程毅是幽默，一本正经的搞笑。程毅的幽默不是夸张式的段子，而是那种不经意间的反差萌。他讲话语气温柔，表情认真，可内容却常常出人意料。就像那句“骆驼，你是不是也用黑人牙膏？”一本正经的语气配上这句话，笑点简直满天飞。还有一次，在采访里，主持人问他：“你觉得自己最大的优点是什么？”他沉思几秒，认真的回答：“我挺能吃苦的，但也挺能吃的。”全场笑翻，他自己还一脸无辜。这种不装不矫情的真诚幽默，恰好反映了他的性格简单、自然、真实。演员之外的温柔灵魂。程毅不是那种频繁出现在综艺、广告、热点里的明星，但他在观众心中却有一种安心感。他身上有一种稀缺的品质——专注。他对待角色认真，对待生活温柔，对待世界保持好奇。他和动物说话是一种人与自然的温情对话。他在片场笑是一种对工作的热爱。他在采访中沉默，是因为他珍惜语言的分量。他不是表面温柔，而是骨子里就带着一种安静的力量。那份纯真是最动人的力量。当我们笑着说：“程毅，你要笑死我啊！你确定他们能听懂你说话吗？”其实笑里藏着一点心疼和喜欢。在这个喧嚣、浮躁的世界里，能看到这样一个干净、温柔、真诚的演员，实在太难得。他不需要用夸张的言语去证明什么，他只要一笑、一句话，就足以让人感受到他的温度。那只骆驼可能听不懂他的话，那头牛也许不知道他在模仿自己，但观众懂他那份天真的温柔，懂他那份对生活的热爱。所以，程毅，你尽管继续和骆驼聊天吧，
反正我们会一直笑着看，也会一直喜欢你这种干干净净的可爱。